大家好，我是老宋。今天我在北海道的函馆站前，但是今天不是去游览函馆，不是到函馆旅游，今天要从函馆这邊坐船去青森。从北海道前往青森，目前有3家公司营運5條輪渡航線，其中規模最大的津輕海峽輪渡公司，最主要的航線是從函館前往青森市，全程約4小時，每日多個班次可供選擇。另外也有從函館前往青森大間町的短程航線，約90分鐘即可抵達下北半島，非常適合前往孔山、大湊一帶，這也是老宋今天要乘坐的航線。另外還運營從士蘭前往青森市的長距離夜航路線，可以在海上度過1晚後直接抵達本州。另一家青函輪渡公司則同樣運營函館至青森市的航線，雖然船舶設備較為樸素，不過票價便宜，很受長距離卡車或者是當地開車來往的居民歡迎。老宋之前也拍攝過乘坐的體驗。另外還有一家 Silver Ferry 經營從單小木通往青森縣八戶的長距離大型夜航輪渡，航程約7到8個小時。許多環日本自駕或騎機車的旅人會選擇在夜晚登船，清晨抵達東北，體驗北海道至本州之間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海上旅行方式。已經到輪渡站了，今天速度還挺快的，感覺也沒什麼人，所以它應該開得比較快，20分鐘就到了。本來以為大概要半小時，因為我在網上預約好了，所以直接在這邊取票就可以了。今天是從函館坐到青森的大間，很偏僻的一個地方。已經拿好票了，從函館到大間，大韓丸號，一個人3000塊錢，網上預約的。就是最基本的船艙，大韓丸應該就是窗外的這一艘船，現在應該貨物已經開始裝船了。然後左手邊這邊還有一個小的餐廳，旁邊是紀念品的商店。這個輪渡站建的還挺大的，你看北海道的這個湯咖喱出名到這一整個貨架全部是湯咖喱啊，也有一些一般的咖喱，但大多數都是湯咖喱。種類真的是非常豐富，這個我倒是真第一次看，蘋果3兄弟，我怎麼以前沒喝過這個？士蘭到青森有新造船，如果是長途的航線的話呢，它的這個客艙種類就會比較豐富一些，有很多高級的那種船艙。今天坐的這個比较短，所以它基本上就只有一般的座位。現在要開始登船了，走路登船，提前10分鐘吧。坐船的人也不是特別多，大家應該很少人去大間的，頂多就是去青森市。車子都已經上來了，這還好有電梯，還挺方便的，不用拎着箱子一直爬樓梯。標準船艙，今天訂的就是標準船艙，它還有專門的女士的房間，還有家庭用的房間，還有駕駛員的房間，小孩的。標準船艙就是這種席地而坐，人還蠻多的。也可以上到3楼的甲板的地方。
這還有放寵物的房间，一直听到狗狗的叫聲。旁邊是吸煙室，這還有家庭房。指定席。標準座3樓也有吧，所以其實这个还挺大的。还有一个小的卖店，有些零食什么之类的。还挺准时的，10点40下船了。哇，这边風好大。這邊也有一個小的賣店，有一個朝天宮，一個順風耳，一個千里眼。現在去租車公司拿車，好像說是走路5分鐘過去吧。今天過來的船。走過來5分鐘，確實5分鐘。車已經拿好了。準備出發了，先去大間崎，本州最北端的地方，很近啊，就10分鐘，4.1公里。希望等一下天不要再下雨了吧。真的是很近，10分鐘就開過來了。這邊大間崎的周邊看起來還是有不少的民居，然後還有一些店鋪、餐廳，應該有一些民宿吧。所以他們這邊真的是金槍魚比較有名。等一下午餐可以吃個這個，據說是很好吃，也很新鮮。對面那裡有一個小島叫變天島，平時是上不去的，在夏季的時候，好像是7、8月份吧，然後它會有一個短期的限定的這個漁船，繞這個島走一圈的有一個漁船的遊覽活動。然後上面那個燈塔據說有100年的歷史了。這個手應該是握釣竿的樣子。金槍魚的話叫一蹦子力，就是它不是那種用網來撈的，它是釣的，一隻一隻的這種釣的。這邊寫它是在大間崎這個近海，大概1公里到3公里之間的海域，然後釣上來的這個金槍魚。然後他寫的最大的有超過400公斤啊！啊，真的是光線不太好，看不太清楚。本州最北端之地，風特別大，本來氣溫就低，風再一吹真的是很冷。店真的挺多的，這邊還有寫的是本州最北端到着證書。日本的這個4個極點都是有這種到達證書，我是從來沒有收集過，之前很多人都會去收集的。都是賣金槍魚的店，價格確實也不便宜，一般差不多3000多一個定食，然後點了一個3色的金槍魚刺身定食。這顏色真的還是非常明顯，從淺到深。淺的話，它的脂肪含量就會高一些，就是更容易入口即化。定食的話，它就是有米飯，還有這個味噌湯。這個紅肉啊，它的這個口感確實帶一點點嚼勁，但是也很容易咬，然後口感很清爽。常說
這個東西會帶一點鐵質的這個鮮味，我覺得確實會有一些這個鐵質的鮮味。大多數人應該最喜歡的就是這個中腹，這個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樣，它就柔軟很多，而且真的會有在口裡化開的感覺，輕輕一咬就開了。明顯可以看到這個脂肪的條紋。這個大腹啊，真的是一入口就有一種這個脂香的甘甜，放進去就化了，真的是不用怎麼嚼就化開了，非常的順滑。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可能油脂比較多，很多人会觉得吃2片就膩了，所以它這個其實只有2片，然後呢中的是有3片，這個是有4片。真是运气不好啊！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，吃完饭，我想说吃完饭是不是雨会停？结果真的是越下越大。天下雨就去泡个温泉，挺近的，这边有一个叫大间温泉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还挺发达的，有特别多的加油站，然后便利店有很多。还挺方便的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偏僻。然后在温泉的这个路上往前走，看了一下地图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展望台，想说先来这个展望台看看，然后再去泡温泉。完全没有人来的一个地方，野草都长满了，底下整个停车场也就停了我一辆车，完全没有人。这里还有很多的这种松果，这还挺漂亮的。这个我自己会在各地捡一些这个松果带回家，作为一个纪念品的。这个还挺漂亮的。哦，其实还可以看得见，天气虽然没有那么晴，但是可以看得见对面那个函馆。不知道大家镜头里能不能看得到？我这边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函馆的，其實真的還挺近的。前面有那個剛剛看到的大間旗的燈塔，再往前對面就是函館。這應該就是一個泡溫泉的地方，當地人泡溫泉的地方。泡澡是400塊，沒有帶毛巾，然後買了個毛巾200塊，所以一共是600塊。這地方挺大的，還有一些很老的這個古老的遊戲機。哦，我看錯了，因為我看嘛温泉，歐馬温泉。泡完澡了，外面還有一片這個休息的地方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基本上也都是當地人。泡完澡出來了，大冷天這泡個澡還真的是挺舒服的。現在天已經也倒沒晴了，只是雨現在不下了，終於不下雨了。剛在港口買的那個蘋果3兄弟，雖然現在青森特產是蘋果，但是它這個是長野產的。又回到港口這兒了，現在天晴了，這邊看起來一片歲月靜好啊，就很沉鬱的這個藍色。
巴士站就是这個橘黃色的地方，就在門口。還要再等2個小時，進去稍微休息一下。你看，它這個船下一班的話要到4:07了。這個1:22它是夏季一段時間限定的，所以要再等2個小時。現在整個天已經完全放晴了，希望明天也是個好天氣吧。看起來等公車的也只有我一個人，這邊也沒有別人。車上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坐別人。真的就只有我一個人，又包車了。到木子了，剛下車，一下車對面就是一個倒閉的百貨店，感覺跟那個川路有點像。這醫院應該是開的吧？日本這個長途的，也不能講長途的巴士，如果稍微長一點距離的這個巴士，價格就挺貴的。剛坐了1個半小時的巴士過來。剛坐了1個半小時的巴士過來，2000塊錢，1960，將近2000塊錢，真的還是挺貴的。交通確實是花費比較貴，在日本的話。然後今天訂的酒店是這一家，就在離巴士站比較近的地方，但是他們那個 JR 的車站其實還是稍微還有一點距離，還有一公里多吧。那個車的終點站，巴士的終點站是到 JR 的車站的。這應該算是市中心的一部分。整個小城真的非常的冷清，我想說安靜的，但是其實就是冷清，真的非常的冷清。先去辦 check in 吧。這酒店看起來還挺大的，哦，這樣看起來房間還挺大的，挺寬敞的。我也就是一般常見的這種經濟型酒店的樣子。啊，這外面是停車場，總體算是比較寬敞的3件套。街上真的是空空荡荡的，完全沒有行人。小城市真的是下午5、6點之後，大概就是這樣子。地圖上看，應該這個區算是繁華區，店會比較多的地方，但也沒看到什麼開的店。可能現在這個時間就只能走到那種夜店的地方，小酒館的地方會有一些店開着，夜晚的居酒屋的地方會有一些店開，其他應該都關了，都不會有什麼人。這有一家店開着，這邊也有一家餐廳，和食壽司。哦，這邊終於到店比較多的地方了，看起來比較熱鬧的地方，車也開始多起來了。果然晚上的話，大家都聚集在這種有飲食店的地方。道のく通り，這個感覺挺有風情的。像這種就是夜店區，一排招牌，基本上每一個招牌都是一家小店、小的居酒屋或者小的小酒館 snack 聚集的地方。這種的話，晚上一般就會人比較多。像這種一個小房間就是一個小的居酒屋，小的也不算居酒屋吧，就是小的 snack 小酒館。這種店都是很小的，裡面大概也就一個吧台，頂多2個座位，然後大家就是喝酒聊聊天，跟裡面的那個媽媽桑聊聊天的這種。哇，這片更是一整面牆全部是這麼多，全都是
小酒馆，或者是居酒屋。居酒屋应该能看得懂。這4個字兒念作 snack， 第3個它是不發音，是把那個音給它避掉，叫促音，所以叫 snack。4個節拍，但是3個音，就是小酒館的意思。你看，基本上都是这种 snack， 一整条街都是。哦，他们这兒的特色店是這個，一排小店。基本上這些小店呢，他做的都是熟客的生意。其實，一般每天大概就4、5組、5、6組客人，沒有很多。這是一個餐廳居酒屋，應該比較大，也不大。其實這一批，哇，這一區真的是好大，全部都是小酒館，這還挺有意思的。而且它就是掛了一排的彩燈，所以看起来还挺有風情的。這一個片區，怪不得這麼多人。哇，這走出來了，這邊看到羅森大飯店了，但是今天不至於吃羅森大飯店，這店還挺多的。其實，雖然不太想去居酒屋，但是應該有別的可以吃的。這家還是賣西餐的 ，spaghetti。西餐我也不想吃，西餐也不太想吃。前面有一家中國料理50番沒開門。這種小城市啊，就是晚上基本上也沒什麼路燈，所以走一走就是黑乎乎的一片。遠離的店的地方就真的是黑乎，哇！剛說黑乎的一片，前面有一個繩子，我真的完全沒看到，直接就給走上去了。看到這邊好像有一家拉麵店，不是這個，不會沒開吧？這家應該開的吧？拉麵大將，拉麵大將，挺多拉麵的，然後還有一些這種小菜、餃子。挺家常的一家店，看起來。點了個啤酒，然後麻婆豆腐。大家又要說這是老宋的最愛了，確實蠻喜歡的。麻婆豆腐永遠不會錯。很好吃，非常好。日本的這個麻婆豆腐都會帶一點點甜味的。不過我覺得 OK， 我可以接受。他們這家還是稍微偏辣，還點了一個紫蘇的餃子，皮兒有點這種糯糯的口感。很多日本的餃子會有這種很糯的這種口感的皮兒，這個我不是特別喜歡。但是它裡面的那個餡兒真是蠻好吃的，紫蘇的味道特別濃。皮兒我不是特別喜歡。晚上完全沒什麼人了，去羅森大飯店買點水，回去休息。